注意看，这就是位于北京石景山的田义墓，墓主田义是一位明代的太监，他的墓始建于公元1605年，算到今年已经有了420年的历史。但这座墓里埋葬的人，除了田义自己之外，还有10多个因仰慕田义而选择主动葬在这儿的明清太监。如今大多数太监墓都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寥寥几座被保存到了今天。除了明清太监之外，这个墓园里边还埋着一个清代的大臣，这是新中国时期搬过来的，待会儿我们再细说。田义墓的历史遗迹不少，石刻文物也很精美，但截止到我们去的时候，这边仍然只是北京市文保单位，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升国9。它的另一个身份则是石景山石刻博物馆，其藏品质量可见一斑，所以这边绝对是值得一去的。本次我们是3人同行，除去一位不愿出境的朋友之外，另一位愿意出境的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北京的田义墓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2025年6月去的，当时天气巨热，我们3个都懒得吃饭，就随便吃了点凉皮和水果，然后直奔田义墓。这边的全价票是8元一位，在入口附近还有导览图，进门之前可以预览1、2。进门之后，我们能在侧面看到一座比较厚实的4柱3门的石牌楼，其2侧柱子上有蹲兽，中间则是一个仰莲宝座，托着一个火焰纹宝珠。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拉洋片艺人，又演又唱的还挺热闹。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消费的市集，但走近了才发现，它的后边还藏着一个巨大的露天石刻博物馆。这边展示着明代的石马，下面还晾着一把韭菜。此外还有无头的辽代石翁仲，还有辽代造型抽象的石虎。石虎旁边没说明牌子的是一个3层复联造型的石柱杵，后边是一件石碑方夫，夫就是碑座的意思。其实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龟夫座，也就是俗话常说的驮石碑的大王八。后边是明朝的石作狮，但前半侧损毁比较严重，然后是石卧羊，整个羊头都不见了，然后还有石香炉，足是兽足，盖是仙山。此外它这个墙上还镶着很多墓志铭，这个不是拓片，而是石刻的原件。这类文物的书法价值较高，但我们对书法了解有限，就不细说了。下面我们穿过一道厚重的大门，来到田义墓的区域，能在右手边看到一个石质文官和一根华表，文官的对面是一个武将，这对文武石翁仲的造型是各不相同的。文官是手捧护板，武将则是手持钢鞭，且身穿全套铠甲。如果走近了看，还能看到武将的衣甲细节，每一处装饰品看起来都分外的清晰。和它一比较，文官的造型就简单多了，也就腰带位置有装饰品，此外就是简单的长袍了。武将所在的这边也有配套的华表，而且你发现没有，华表的柱体上还有海水江崖纹浮雕，造型也是颇为精致的。越过华表和石翁仲，就来到了田义墓的棂星门。右侧的浮雕是一只半卧在松林下的雄狮，左侧的浮雕则是大狮子带着小狮子，视为太狮少狮。而这道门的上方则是2只对望的狮子，共同看守着一颗火焰宝珠。走进去之后，发现内部的浮雕是以鹿为主，以松树蝙蝠为辅的浮雕，鹿通鹿，福通福，松忌长寿，合在一起便是福禄寿齐全之意。现在往后看，能看到3座碑亭，这些全都是用青砖和汉白玉建造出的仿木结构建筑。最终的成品既有木构建筑的气势，又比木构建筑更加耐腐朽。看完外侧，我们再去看内侧。西侧碑亭内是明万历10年时皇帝发给田义的赤玉碑，下方石碑方夫的正面则是2龙戏珠浮雕，而这座碑亭的顶端居然也是一个带有龙形的藻井。但中碑亭这座石碑方夫的正面，这是几个意思？3龙戏珠吗？而且一个太监竟然敢用正龙，这胆儿挺肥呀！看来明朝僭越这件事儿真的是家常便饭，完全没人在意。而上面的碑刻文字则是明万历11年时皇帝发给田义的赤玉碑，它的背面则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顶端的龙形藻井则被盖住了一半，
根据目前可见的视角来看，这个也像是正龙浮雕，而东碑亭的石碑方幅则回归了正常的二龙戏珠，至于上面的那块碑，则是万历33年的田义墓墓志铭。下面我们就来到了享堂遗址，也就是祭祀区域。根据石柱处的位置判断，这本该是一座面阔3间的建筑，如今虽然只剩遗址，但保留下来的文物倒是不少。靠前的位置有一块石匾额，上面写着敕赐显德祠，这大约就是享堂的匾额。而内部的碑刻中有一块是断裂的青碑，虽然我没找到年代，但上面有包衣大人4个字，那不可能是其他朝代的。之后还有2块万历碑，这是皇帝下旨祭祀田义的碑文，后边还有万历33年的祭祀碑，以及清道光年间的重修碑。现在我们穿过最后一道门，这道门叫做寿玉门，位于享堂遗址的北侧，门额上刻着古华阴魏传田宫寿玉字样。越过这道门就是墓葬区了。现在我们先走进右手边的明代太监地宫，地宫内墓室外侧的横批写的是一尘不到，下面对联则磨得只剩一半了。墓中的干尸是一个清代的官员，有康熙通宝等随葬物，其身上穿着7层衣服，其中就包括一件五爪金龙袍。可能你会纳闷，明代太监地宫里为什么放着清代干尸呢？因为干尸和地宫全都是搬迁过来的，地宫是从北京西郊的射击场搬来的，干尸则是从玉泉路高能所搬来的，搬到一起就方便集中保护了。现在我们出来走进后边的墓葬区，然后又发现一个地宫的入口，当时地面温度特别高，给我们热了个半死儿，但地宫里边就凉快多了。下去之后看到一块小的田义墓志铭，记载他的生平往事，后面则有一个棺床，上面还有残存的棺木。如此看来，这就是埋葬田义本人的地宫了。现在我们回到地面，看看都能辨认出哪些墓来。正中间的墓碑便是田义本人的墓碑，我们能看到他的职务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还监管酒醋什么的。他的后边便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田义坟冢，到现在已经有420多年历史了。刚才的地宫是被盗过的，但地面这个遗迹还是比较完好的。其他的坟冢上多少还带了一些浮雕图案，而田义墓则没有任何浮雕，看起来是比较肃静的。田义墓右侧第一座墓是王凤墓，这位王凤是嘉靖年间的御前进士，之后一直活到了崇祯年间，因为敬仰田义，所以主动葬在了这里。这座墓冢上方的边缘竟做成了屋檐带滴水瓦的结构，而它下方的多组浮雕则是神仙主题的浮雕，其中包括仙人炼丹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八仙故事等等。右侧第2座墓是慈有方墓，这是一位从明末一直效力到康熙年间的跨越朝代的太监，最后也获准葬在了田义墓侧。左侧偏中间的一个是马荣墓，这位是田义昔日的得力手下，死后便主动要求葬在了这里，以便追忆田义的提携之恩。在田义死后，他仕途不顺，被魏忠贤及其党羽排挤，被派去守陵了。在远离权力中心之后，他却一直活到了崇祯年间才去世。墓冢下方的浮雕也是八仙主题的内容。最外侧则是一个无名太监墓，想来也和大多数随葬田义墓的太监一样，并没做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名字没被铭记下来。但无论他是谁，铁定得是田义的铁杆粉丝，而且是粉丝牌等级很高的那种，最后就一起埋葬到这边来了。这边有一套特别华丽的15供，这是一种从佛教祭器演化而来并逐渐汉化后的祭祀产物。你看这里边的元素就全都清楚了。它的中间是一座歇山顶建筑，隔扇门完全是中式风格，以及两侧的瑞兽浮雕都是常见的明清中式画风。如果再往前走，还能看到一套更大的15供，它这边的故事汉味就更浓郁了。其左上角是刘海戏金蝉的故事浮雕，下边则有独碑刻石浮雕，记载的是孟浩然平调杨户的往事。而右上角则是一个身穿官服的人向前拱手，还有一个童子手捧官帽，此便为加官进爵。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座的田义墓。其实来到这边之前，我们只知道这边埋葬着一个名叫田义的宦官，来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位宦官也是当时的一代偶像了，生前有人追随那也还罢了，关键在他死后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前赴后继地追随他。那么如此看来，这些人并不是因权势而来此攀附，毕竟那庙堂上的诸子荣耀就算显赫一时，在本人死后也必然会人走茶凉。可能田毅本人的好口碑以及墓园本身的条件才是更加硬核的竞争要素，于是那些生前不够完整的人便在这个角落写下了一段无比完整的身后事。哪怕时隔42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眼前的场景略窥昔日的一二往事。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